叔叔阿姨回来了。有客人啊？是不是不方便啊？哪有什么不方便啊？来来来，快进来，来婷婷。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知道的。你姓李？对，我姓李。你好，我叫李梦竹。你就是婷婷的妈妈丁雪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想跟婷婷爸爸说几句话。哦，婷婷，那你先回屋玩一会儿。不用，我今天想跟你说的话，婷婷应该听着。光明，要不我先回去吧。哦，你别走，这些话你听听也挺好的。好，那别站着，坐下说吧。来，来，进屋，婷婷。来，坐吧，坐吧。许光明，你还认不认婷婷是你的女儿？这叫什么话呀？这还用说吗？婷婷是我的女儿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那就好。刚才我上楼之前就想好了，我今天来不想跟你吵架，我想心平气和的把我们遗留的问题解决好。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既然你还认婷婷这个女儿，那就应该承担起一个当父亲的责任。婷婷的生活费你要增加1倍。怎么了？钱不够用啊？当然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没问题，那就从下个月起开始加倍。答应的挺爽快的，看来现在有钱了，日子日新月异了。丁雪，你说钱不够用，我也马上同意加钱了，咱能不能不当着孩子的面说这种话？行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当然了，你要愿意给就给，不愿意给也不求你。婷婷，妈妈跟爸爸的话说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都来了，晚上就在这儿吃饭吧。不吃了。你不吃你走，那婷婷留下来吃。婷婷也不吃。婷婷好不容易跟她爸爸聚在一起，你就让她吃顿饭再走吧。我的女儿，轮不到你一个小三来说话。你说谁小三儿呢？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太无理了？你有脸做小三儿，还没脸承认了。你破坏人家家庭，抢走了孩子的爸爸，你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小三儿，脸皮真够厚的。我是小三儿，我抢走他爸爸。我想请你搞清楚，这是在你们离婚之后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家庭就是你破坏的，你心里清楚。婷婷妈，你说这些话你要负责任的。我负什么责啊？我头一次见到当小三的，还理直气壮了。光明，我不想跟他吵了，你告诉他，咱俩好是在你们离婚之后。你们都小点声好不好？小雪，咱俩为什么离婚，咱俩心里最清楚。这是咱俩个人之间的事儿，跟第三者无关。跟第三者无关，你真说对了，他就是第三者。许光明，我们离婚，
你说你敢说跟他没关系？你敢睁着眼睛说瞎话？当然没关系，我说什么瞎话？就说瞎话，不要脸的东西！你骂谁不要脸呢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不要脸就是不要脸！同学，当着我妈妈的面，能不能别这么说？你妈的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她早就盼着你把我甩了，好另觅新欢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爹爹，大人吵架咱不听啊！好，把我甩了，找新的，找他那样的狐狸精是吧？婷婷，进去吧。进去。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妈妈呢？妈妈呢？妈妈上哪儿了？小雪，姐，你又要走了？我以为我可以很冷静，我以为面对那张脸的时候，我不会再生气。可是，你也别太苛求自己了。我走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落到这个地步，究竟应该怪谁？当然怪你前夫啊，尤其是那个女人。说到底啊，还是要怪我自己。姐，你是不是后悔离婚了？如果给我一次重新再来过的机会，我可能会处理得更好。那就不跟婷婷她爸离婚了？这婚肯定还是要离的，只不过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至少不会处理的像现在这么狼狈。哎呀，不说了。小麦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什么满眼都没搬上。真的谢谢你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啊，挺讨厌的，那么自我，但是你还把我当成朋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愿意把你当朋友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真实，你一直在做真实的自己，不伪装、不掩饰、不虚伪，直接率性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特别佩服你。说实话，我之所以有勇气离开团里，也是希望可以像你一样做真实的自己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学我！你看看我现在有多惨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这都是我的心里话。我相信啊，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。但愿吧。
刚才到哪儿去了？妈，跟许光明吵架去了。我叫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你就是不听啊！我要走了。你要走，你走哪儿去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这次可能会走很长一段时间。小雪，我求你能不能不要再折腾了？你可以对我不管不顾，孩子太小啊，不要老顾及自己呀。我就是为了婷婷，所以才出去挣钱。你出去挣钱，哪里挣不到钱？以你自身的条件，就在城里边这个附近，找一份安身立命的活不难的。在城里我能做什么呀？出去演出，至少还能发挥我的特长，这样赚钱还更快更多一些。哎呦，钱，过去呢，老想着成名成家，成个大明星，这大明星耽误成了，现在就想着去挣钱了。因为我们需要钱，太需要钱了。妈，你不明白吗？以前我太天真了，以为许光明永远会对我好，这一辈子也不会抛弃我，不会背叛我。你想，他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，什么也没有，当时那么多人喜欢他，我就选择了他。我没想到现在会这么对我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，妈？反正许光明我是指望不上了，我也不打算指望他。现在我谁都不行，妈，我们现在就得靠自己。但是孩子太小，别离开他。我就是为了婷婷，我现在离开，就是将来能更好的跟他在一起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回来的。小雪，拿着。宁肯家穷，不能路穷。你在外头还要花呢。你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吗？我早就已经是空城了，我也就这么点钱。妈，你拿着。哎呀，你拿着呀你！我有钱，会再寄给你和婷婷的。妈，你给我照顾好婷婷。就不能明天再走了？我怕我看见婷婷，我就走不了了。妈，你快回去吧，记得给我们打电话。我知道，你回去吧，在外头得注意安全。我知道，我走了。甜甜，上学了，来，快把书包背上。哎，好听话。哎，不对啊，耳蜗呢？你耳蜗呢？耳蜗忘了给你带了。哎呀，姥姥啊，这个脑子不中用了。哦，哎。
婷婷呀，婷婷，耳蜗呢？你小耳蜗呢？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放在枕头底下的吗？放哪儿去了？你藏起来了？哎呦，你可千万不能跟姥姥开这种玩笑，这东西很贵的。啊，我现在只找到2个卡子，耳蜗不见了。你还真的藏起来了？在哪儿？哎呀！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搞的？这东西很贵的。再说没有它，你就听不见我讲话了，知道吧？你不带这个东西，你就听不到我讲话了。看见姥姥，现在听到姥姥讲话了吧？对呀，你不能这样的。你没有这个耳蜗，你就听不见姥姥讲话了，知道吗？你就听不见人家讲话了。我不想听爸爸和妈妈吵架。我知道。好了，你不用送了，你留步吧。光明，怎么把你也叫来了？我叫他来的，我想跟你们好好的聊一聊。你没事吧，妈？咳这么严重，没去医院看一看？没关系，吃了药了，一到天冷，老毛病就犯。你说吧。怎么说呢？孩子自从戴了耳蜗，婷婷适应能力很好，也愿意主动跟别人说话，有的时候上课呢还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。这肯定是跟姥姥平时在家帮忙辅导是有关系的。但是我发现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对劲儿，上课魂不守舍、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所以我把你们叫来，想问一下，是不是家里最近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刚才不跟您说了吗？没出什么事儿。今天还是一样的。下课的时候呢，我检查了一下孩子的耳蜗，我发现是关闭的状态。我说怎么上课魂不守舍呢？他根本就没有听。婷婷，爸爸说话你能听见吗？能听见爸爸说话，你要回答爸爸，跟爸爸说你能听得见。婷婷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前2天爸爸不是还带你去学诗、去背诗吗？怎么现在连话都不说了？妈，你先走吧，我带着婷婷回去住2天。算了，别再折腾了，孩子都不乐意。行，那你先跟姥姥回去，爸爸去找个朋友，过2天带你去医院再去检查一下。那走吧。婷婷啊，刚在路上爸爸跟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，以后你要多跟人说话，多跟姥姥说话啊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在上面讲课，不许再摘掉你的耳蜗。为了买这个耳蜗，你想想看，爸爸要加多少次班呢？妈妈要在外头多唱几首歌呀。